埃及为何拒绝许多国家的合作，点名选择与中国基建合作？中国基建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受到如此多的青睐？这对于中国基建走向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中国基建实力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全面领先于世界，这对于中国基建走向世界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且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基建也十分的信赖，十分愿意将本国的基建工程交给中国，以此让中国来帮助他们修建本国的基建工程。中国也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基建工程，以便可以回报这些国家的信任。这使得中国基建工程遍布世界各地，在国际上也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中国因此也有了基建狂魔的称号。中国基建所到之处都极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要与中国合作，相信中国的基建技术，从而完全放心将本国的基建项目交给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基建近些年来所取得的发展，在国际上也是有目共睹的，并且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基建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完善与加强，这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有很多的西方国家都想见识一下中国的基建技术，以此来帮助本国的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就有一个国家拒绝了许多国家的求合作，点名选择中国来修建本国的基建项目。而这个项目还是一个超级大工程，就是让中国帮助其修建首都，这是对中国基建的全然信任。因为我们都知道，首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因此任何关乎首都建设的决定都必须要经过国家管理机构进行仔细的研究后才能执行。所以这也是埃及对中国基建的绝对信任，愿意将如此大的建设工程交给中国。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工程呢？我们具体来看看。埃及作为4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很深的历史底蕴，且其地处欧亚非3大洲的交通要地，是大西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捷径，战略位置也是十分重要。加上埃及出名的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有许多慕名来埃及旅游的游客来游玩。这本来对于埃及来说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其带动了埃及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埃及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飞速发展的旅游业也给埃及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来埃及游玩，这就导致埃及首都开罗的人口越来越多，这就为埃及首都开罗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除了这一方面的影响，埃及首都开罗还存在着其他的发展问题，这就使得埃及首都的发展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且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加上城市与基础建设能力的落后，随着首都人口的急剧增长，这就使得埃及整个首都陷入一种无序化发展的状态，大量人群住在危险的违章建筑中，城市布局十分不合理，车水马龙的街道和荒草丛生的沙漠可能就一墙之隔，人们生活的环境也变得极其恶劣。这就使得埃及政府不得不考虑要重新建造首都，以此来解决首都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想法后，埃及政府就准备将其实现出来，就提出要重新修建一座高标准国际化的新首都，计划在距离开罗市区不远的郊区建设，并决定投资3200亿用于新首都的修建，将新首都命名为新开罗。这也将是一座能容纳7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在埃及提出要修建新首都的计划后，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很多的国家都被这巨额的投资所吸引，其中就包括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等多个地区的建设公司前来竞标，纷纷想要拿下埃及新首都的建设工程。就在这些国家都准备进行项目招标的时候，埃及却宣布点名要选择中国来修建新首都的项目，拒绝了许多想要投标的国家，并将工程的修建全权交给中国的基建团队。这也体现了埃及对中国基建的绝对信任。那么埃及为何如此信任中国的基建团队呢？原来这是由于埃及此次的新首都的项目难度是相当的大，因为埃及计划在新开罗修建多座高楼大厦，还打算建造全非洲最高的建筑。放眼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的基建团队有这样的实力，且中国基建的实力出众，在基建领域上小有建树，也完成了许多世界性的大工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也正是由于中国基建有如此强大的实力，所以才受到了埃及的绝对信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基建团队是出了名不怕困难，反而是越有困难就越有前进的动力，并且能够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以便可以达到最好的建设效果，使所有客户满意。这也是中国基建的唯一追求，所以中国的基建团队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且任何的基建项目都无法阻挡中国基建发展的脚步。因此，埃及的这个首都项目也是难不住中国基建团队的。中国为了不辜负埃及的信任，在项目还未开始的时候，就派专业的技术团队去埃及进行专门的实地考察。通过专门的考察发现，埃及的新首都选择在沙漠地带修建，这确实也是由于埃及是个耕地和居住地互相争夺严重的国家，城镇都是依靠尼罗河两岸的土地进行建设扩展，所以埃及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因此不得不选择在沙漠地带修建新开罗，这就给中国基建团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虽然此前中国基建团队也有在沙漠地区进行基础设施的建造，但是建造如此大的工程还是又一次，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又是一次新的尝试，且是任重道远。但是中国基建不怕困难，反而是一直保持着勇往直前的势头。为了克服在沙漠中修建的困难，为此中国工程师就专门针对埃及沙漠环境进行了设计，对国内的多项技术和设备进行了改进，沿用在沙漠上建设基础设施的经验，打造新开罗的地基，最终完成了埃及要求的各项设施的建设。中国的基建按照建造的进度循序渐进，就算是在疫情期间，中国的施工团队都没有把进度落下，在进行了必要的防护之后，依旧按时开工，既保证了施工效率，又保证了施工人员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不仅帮助埃及修建新首都，还将自己的工程技术教授给埃及的工程师，以便可以让他们也掌握先进的建筑技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为埃及培养出了几百名高级工程师和工人，这极大促进了当地建筑行业的发展。现如今，埃及新首都的建造工作也即将要进入尾声。此前计划将在2022年的时候正式完成埃及新首都的建设工作。到时，埃及的新首都将会给世界以极大的震撼，以其特有的魅力，屹立在埃及也将焕发出新的风采。这也是中国基建团队实力的展现，也是中国与埃及友好合作的结晶。这也将加快中国基建走向世界，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合作，使得中国基建取得更大的突破。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